大家好，我是6月骑自行车去东北的漠河，在这个明水县已经休整了好多天了。今天继续往漠河走，天上面已经开始慢慢的开始下雪了，希望待会儿的雪能够大一些吧。先去前面吃个饭吧，要不然在路上骑不动车的。这几天这里的天气已经慢慢的升温了，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寒冷了。希望接下来的路能够温暖一些，照亮我的身体能顺利的骑到漠河，加油！青菜、水果、啤酒、饮料、锅鱼，各种火锅用品。早上来一份紫派豆腐汤，一份米饭，还有一小份这个猪肉。先来点汤。他手，计划是活手，大概是。这个汤很鲜。离开了，哎呀，马上就红灯了，快点！今天这个天气还行，挺不错的。今天往这条路走。满满的工业气息，5、6个大叶葱我的自行车挡泥板终于扛不住东北这边的极寒天气碎掉了。越冷的地方东西越脆，越容易坏你看，就前面这个位置，后面还能挡一下，实在不行的话就把它给它拆掉吧。其实后轮也坏了，但是我用这个胶布摘一下，勉强也能用但是前轮它摘不了只能这样就用下了。这边是当地的能源发电的还是取奶的不太清楚全部都是大叶葱。好了，就这样骑吧，勉勉强强，希望能坚持到漠河就行。对，哈哈，这个牛不冷吗？不冷，哈哈。耐冻这个牛自从进入了黑龙江以后，我就没有见过蓝天白云长啥样子了。每天都是这种灰蒙蒙的天气像不像世界末日的冰雪天？每天都是日复一日的骑行着，看起来都非常的平淡。生活嘛，都一样，都是平平淡淡的。好多人都说6月太冷了，回家吧。其实我决定了做一件事情只要我自己想做，没有任何人在合法的情况下能够阻止我。在我不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左右我。我觉得这也是一件未必是个坏事吧。当然，也许我的想法是错的。好了，继续往前面走吧。不管下面的道路对与错，漠河，我内心一直期待着。终于看到了一点点的蓝天了，不容易这个镇子真的是太冷清了。这个镇的镇中心了，大街上面人很少。这里应该里面是最热闹了，看一下。哎呀，这里还有摆摊的，我买点水，大鹅，在里面去瞧一瞧，看一看。本来想买一点
水饺的，可以当早饭吃，但是这里没有啊。哎呀，超市。这个今天卖50个，都没够。来盒这个干果。买完菜了，走了，太冷了这里。其实要是有新鲜的水饺刚包的，买点挺好的，可惜没有。超市里那种一袋一袋的不好吃。4点钟了，已经天黑了，露营地实在是找不到，全部都是这种玉米地，一望无际的。如果找不到房子，只能在野外了。对面好像是一个废弃的房子，是不是？还好像是的，没人住的。看一下啊，应该是可以的，祝我好运啊！如果这个没有的话，今天晚上只能在野外搭帐篷了。哇，这房子是废弃，门都没有的。看一下，还有7、8分钟，天就完全黑了。哎呀，这个房子有点破。这个是炕，这个炕可以勉强搭个帐篷，但是上面不是那么安全。那里还有一个房间，看一下。我以为今天找不到露营地了，想到还是被我找到了，而且这个地下面也挺干净的，可以住1个晚上。主要是上面比较好，没有塌掉。你看现在天已经是黑了，就差那么10几分钟，天黑就不好找了。刚刚看的是这几个房间，不太好，都已经房倒屋塌了快。哈哈。运气还是挺不错的，那里还有2个房间，今天就住这里了，相当不错。这个地方信号不是特别的好，我先给它清理一下。地上面有这个玻璃渣子。将就的住1个晚上了，这块地很干燥，很干净的。成这个防潮垫，这样子稍微暖和点。光靠一个带潮垫，我感觉远远不够啊。这个雨露啊，也能隔一下冷啊，应该。已经把这2个火炉全部升起来了。哇，这个雾气实在是太严重了，
先来点豆浆喝一下。我这个衣服有点湿湿的，在帐篷里面开着火烘一下，给它烘干。热气腾腾的。哎呀，用这个温水洗菜，洗干净了。来了！大铁锅的油已经升得很高了，必须放点冰糖啊！炒这个青菜，冰糖是必不可少的。然后这个蒜已经冻坏了。天气实在是太冷，然后香味出来了以后，待会儿再倒，让它炒化了这个冰糖最好。太呛了，哎呀，这个油。倒入蘑菇啊，可以啊，放点啤酒。然后放入这个青菜，这个青菜一整颗放，外面冻坏的青菜已经被我扔掉了，只剩下好的。天气太冷了，这个只买了1个小时左右，2个小时啊，就已经冻坏了。啤酒。放点盐巴，味精都不用放。哎呀，都是因为这有蘑菇啊，放点酱油就行，少一点，可以啦。哎呀，掐死我了！开饭了，熟了。终于可以开饭了，米饭熟了。今天这米饭感觉煮的相当不错，水分刚刚好。哎呀，粘稠啊！来份大青菜，可以啊。这米饭好吃啊！这么多的青菜，爽！真下饭。这一颗颗的青菜太好吃了。这个当做临时的烤炉，实在是太合适了。热一下，烤一下这个猪耳朵，正好。但是如果想烤其他大的东西的话，还是不行。小东西一烤一加热，你看软绵绵的。今天是12月24号，月亮格外的圆，格外的清楚。吃饱饭，躲在帐篷里面烤着火吧，挺舒服的。现在是晚上的10点多了，零下20多度，还行，不是特别冷。如果到了零下30多度就很冷了。今天晚上睡的这个铁鱼窝相当不错啊。进帐篷了，天气待久了还是有点冷的。
我这里还剩下一点青菜，明天可以煮这个泡面吃。早上必须要吃点东西下去，要不然气不动了。所以说这个保暖设备吧，好多人说刘委员你穿的太少了，你带的装备啊不太专业啊。我说一说吧，其实我这个也相当保暖，里面呢是一件保暖内裤，虽然说比较的薄啊，但是也还行。再加上一件这个羽绒的，然后外面配上一件防风的裤子，其实骑自行车相当的保暖了。再说一下这个垫子啊，这个垫子呢对于保暖是非常之重要的，其实很多人忽略的。我这个被烧了，我又在网上重新买了一个。本来呢，我是考虑买那种充气的阿值啊，在5.8到6、7，非常的保暖，但是那个用起来不是那么的方便，而且又非常的贵，而且是比较容易坏的，扎破了就用不了了。这个呢，防潮垫呢，它是比较抗造的，就你怎么弄不坏，烧掉了也是可以用的。在户外，如果夏天的话，这个简直就是神器；如果在冬季的话，就是它的阿值还不够高。到时候我再去买一个那个铝箔的垫子，配合这个一起使用，这样就能起到保温了。再说一下这个帐篷啊，其实很多认为啊，就在户外露营啊，帐篷是很关键的。其实帐篷不是特别的关键，帐篷的普通的4季帐篷和冬季帐篷几百块钱都可以胜任在东北露营的。那么睡袋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了啊，睡袋呢大家都知道很重要，相当于我们在家里的被子，然后防潮垫呢就相当于家里的床。如果让你睡在地上面，肯定也是很冷的。如果你睡在床上面，那就比较的保暖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大家也需要了解一些比较基础的知识吧。好多人说刘委员为什么最近柴火炉寄回家不做柴火炉啊？因为在东北零下30多度，根本在外面是做不了饭的。只有这种气罐炉啊，在帐篷里面做饭啊，是相当的暖和的。在外面，如果你用柴火炉，你饭都没有做熟，你人都已经变成了冰棍了，一点都不夸张。零下20多度，柴火炉都用不了，零下35度，你想想是什么概念？所以说，在东北啊，只能买这种气罐炉，而且这个东西呢很便宜，5块钱一瓶。然后一个晚上你用上4瓶，用这个取暖解4瓶啊，帐篷里面就非常暖和。包括我现在帐篷里的温度，我感觉差不多有零下，差不多不冷就对了。待会儿呢，我就要躲进这个睡袋了啊。好多人都不了解啊，其实帐篷里面还是很暖和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在这里住一个晚上吧。装备呢，我过几天就到了。也该给它升级一下了，也是原来这个帐篷啊，也是原来这个睡垫，只不过这个睡垫呢会加一层那种铝箔的，然后配合这个雨布会更加的保暖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，包括这个保温箱啊，我这个无人机啊，还有充电宝啊，还有这个运动相机啊，必须要给它放在保温箱里面，要不然零下40度肯定是拍不了视频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如果有疑问呢，我也会再通过视频的形式一一给大家解答一些比较户外的专业知识。谢谢大家，明天见。